看我的这个假眼镜有没有看起来比较文绉绉一点。讲，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在美国的 Costco 买的葡萄。它不是普通的葡萄，它是一个看起来就会很厉害的葡萄，它叫做 The Perfect Green Seedless Grapes。OK， 你看它这个葡萄一点都不透明，看起来就极脆极甜，好吧？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新买的这个葡萄，非常满意。可以再甜一点，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放的不够久？脆是真的脆，但是可以再甜一点啊。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和你们分享如何快速的提高你们英语的程度。我觉得这些方式非常有效的帮助我提高我的口语非常多，然后我的英语的程度也提高了非常多。我也知道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生活了，所以我处在美国的这个大环境里也是有帮助到我的英语能力的。所以我自己统计了一些我除了平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外，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来提高我的英语能力。这样的话，不管是在世界哪一个国家，你看到这个视频都可以受用。我觉得有必要快速讲一下我学英语的整个过程，就是快速的非常快的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们才会有更好的概念，说我是怎么到达我今天讲英文的这个程度的。进而同时你们可以根据我讲的这些基本资料来去比对，说哪一些方法对你们来说会比较管用。那么我的背景呢，我是在北京长大到14岁的。那我爸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指我跟我哥，那我爸在我们小的时候会给我们放很多他从美国买回来的 CD。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记得就有听过什么 Michael Jackson， 他非常喜欢 Beatles 也听过，还有 Westlife、Backstreet Boys 这些我们都听过。那么我真正开始接触英文呢，就是我去读小学的时候，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我妈把我转到了一个国际学校去，我吓死了好吧，因为来到国际学校以后，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英文在教课，除了中文老师。那我幼儿园到小学3年级之前都是老师用中文在教课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一个陌生又令我恐惧的环境。我初中的时候去读了一个北京的第55中学的国际部，那个时候我就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所以我们都会用英文来沟通。那也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的会把英语带入我的生活中去用，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我的英语还是非常的不自信的，我每次说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害怕。那么长话短说，我14岁的时候搬到了波士顿去，真正的让我自己融入到了这个英语的环境中。那个时候我的口语才突飞猛进，才开始疯狂的往上增长。但是不只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自己也有去做很多额外的功课啊，或者是额外的去看看听什么东西来提高我自己的英语能力。我学英语的时候，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学语法，就是除了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上英语课教我们的那些语法之外，我自己不会再去看任何其他的语法教程或者是语法书去背这些美国的语法。其实上课的时候我也不会很认真听老师讲的语法问题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枯燥了，就跟背公式一样，不行，一看就知道是个文科生。所以我大部分的英语技能都是透过我自己的 entertainment， 我自己的娱乐来得到的。我喜欢用我娱乐的时间来去顺道学英文这样子。那这就来到我的第一个 tip 啦，那就是多听英文歌。像我刚才也有提到过，我爸在我小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放了很多就是国外的那些乐队的歌曲了。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一些我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进来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初中非常流行听 Green Day、Eminem、Usher、Neo、Owl City。我觉得听这些歌的时候我真的很享受啊，而且这些歌都是英文的，就刚刚好。我会去听他们中间歌词在说什么，就我不会刻意的去翻译他的歌词吧，但是我会去好奇他的每一首歌里面在说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听歌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然后顺道从中间让我的脑子听到一些英文单字还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对我的英语有帮助的这个方式。然后我的另外一个 tips 呢，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还有电视全部都设成英语版。看不懂吗？那就稍微查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久而久之，你就会非常习惯这种活在这个英语的系统下，你就不会觉得设置成英语非常的突兀。
反正我的重点是尽量让你的生活融入英文来，你不用特别的去死记活背，然后就觉得我好痛苦，我不想学英文。这样子在你平时生活中，或者是你在娱乐的同时，就可以有英语的存在，就它一直在那边，就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会多滑一些美国的社交软件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很喜欢滑 Instagram， 我也很喜欢看 YouTube。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一个 YouTuber 是 PewDiePie， 那个时候他才有300万个粉丝，他现在已经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了，我很久没有看他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看这些 YouTuber 的就是英文视频，或多或少都会让我从中间学习到1-2个他们说话的方式。那么 Instagram 呢，我也会 follow 很多 influencer 啊，或者是很多那些外国的网红，看他们怎么写他们的文案啊，看他们怎么发他们的 story 啊，从中去学他们的说话技巧。因为我觉得学英语最实用的应该是讲话，如果能把英语口语弄明白的话，其实觉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 employer 他们在看你写的东西之前，他们是先跟你讲话的，那这个时候口语就很重要了。多看美国电影，多看美国电视剧，多看电视剧这个，多看电视剧那个，多看这个电影，多看那个电影。我也看过别人说看英文的电影不要有任何的字幕，就听就看就好。我觉得可以有英文的字幕，这样顺道你可以知道那个字怎么念，或者是怎么写，或者是有的时候那些角色讲得太快或者是太模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字幕上面到底是什么字。下意识的我们都会去看那些字幕嘛，所以看看英文字也没有什么不好。以上都是我觉得大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的提高自己英语水平的办法。那我觉得如果你们条件允许的话，以下这些你们都可以尝试做做看。参加一点讲外语的社团。我在读南加大的时候啊，我有去参加一些就是外国人的社团，比如说我有去参加一个韩国人的社团，那他们都是 ABK， 都是在这边长大的韩国人，那他们自然在社团里面都是用英文在沟通的。我加入这个社团以后呢，我就不得不去用英文跟他们讲话，去交朋友，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同时也可以让我一直去用英语跟他们沟通来交流，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参加外语的社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可以让你继续去巩固你已经会的英语技能，然后多交一点讲英文的朋友。我觉得我还挺外向的，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比较怕生一点，就会比较不太敢去跟别人讲话，就是去当主动交朋友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也不逼迫你们啦，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或者是你们鼓起勇气的就说好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交一点外国的朋友，讲外语的朋友。还是那句老话，让生活融入英语，融得越多越好。交外国朋友呢，你就开始发短信也是用英文的啦，发 email 也是用英文的啦，在 social media 上面也是用英文在跟他们交流的啦。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好像英语讲话变得越来越轻松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尽量用英语点餐。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小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莫名的优越感，我也不知道这个优越感是哪里来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想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肯定一下就能融入到美国的这个社会了呀，我一定可以用英语点餐的。但是殊不知服务员走到我旁边的时候问我说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我就人傻了，我就I want， 我就讲不出来，我当时就直接就脑袋就空白，即使我刚才已经想好我具体要点什么东西了。然后后来呢，是我的表姐帮我点的餐，然后我当时那顿饭我就吃得非常的郁闷，因为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呢？所以就是透过那一次我知道 OK， 我需要再去好好的认真的提高一下我的英语能力。久了以后，你们也会发现点餐真的不是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跟星巴克的人去配对你们真正内心真正想要喝的那杯饮料。我当时碰都不敢碰，就人家做好是什么样子，我就照着那个名字去点。但是久了，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开始有了点餐自由。这些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生活中你们可以融入的一些学英语的小技巧。我再强调一遍，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去死记活背英语的语法呀，或者是英语的单词，我不是很喜欢去背这些东西。所以当我在收到评论区有小伙伴说想要我来去教英文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有这资格吗？因为我总觉得教英文可能总是要去教一些系统上面的规矩条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大家应该都不喜欢根据条规来学吧，因为真的非常枯燥。我觉得你们可能更想要看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比较容易、比较娱乐的方式来学英文，所以我就总结了这个视频给你们啦。
我相信如果你们尽量的把英语融入到你们的生活里的话，久而久之你们就会形成一个对于英语的语感。你以后在说英文的时候，你去判断你讲的这句话有没有语病的方式，就是这句话它听起来顺不顺滑。就比如说你在讲一句话，讲一讲，发现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哪里怪怪的，那它多半就是不对。那如果你发现你讲话就变得很顺口，然后觉得这个字应该就是跟在这一句话的后面的话，那你多半就是讲对了。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学英语真的要用它，就是真的要讲英文，没有那种你学了英文不去用它就能学好的方式，我真的觉得没有。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对我来说也是。我刚开始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也是很抗拒讲啊，因为我觉得我讲的很难听啊，或者是我的语法总是有问题啊，磕磕巴巴的，别人会觉得我不好啊，或者是我英文怎么会这么差呀什么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外国人其实他们都很包容的。当他们知道你的母语不是英文的时候，多半数的外国人都会对你有包容心的。我在美国遇到的外国人基本上都很 nice，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就是要去用它，就是要去说它，你的英语才会变好。所以以上这些 tips 你们有记住了吗？我相信如果你们把生活中可以融入英语的地方全部融入了英语的话，你们自然学英语的速度就会快起来。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我是如何学英语的方式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还有你是怎么学习英语的，也请在下面告诉我，我也想知道。那么我是比肖，在我的频道我会经常分享一些关于学习办法或者是时间管理、自我自律。如果你对我的频道主题感兴趣的话，请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和留言哟。那我和我的葡萄准备跟你们说再见啦，拜拜。